你准备要申请第一次的国科会专题研究计划了吗？在开始之前，有一件比经费和流程更重要的事，那就是遵守学术伦理规范。本影片将带你认识国科会专题研究计划申请中常见的违反学术伦理情境。如果你对申请流程还不熟悉，可以先参考海报。你要准备提国科会计划了吗？与影片计划申请停看听。接下来，我们将透过6则真实案例，逐一说明计划申请常见的违反学术伦理行为。案例1：图片资料变造。有主持人把2张图片剪裁拼接成新图片，也有主持人在不同研究、不同简体的预示实验结果，使用了几乎相同的图表。这些做法会误导审查委员对计划申请书的判断。经调查后，2个案件的当事人都被认定为变造。任何研究数据与图片都必须真实、透明，绝不能为了美化结果而动手脚。案例2：抄袭他人。有主持人在计划申请书里直接使用他人著作内容，却没有注明出处。当事人虽宣称计划申请书是由研究助理跟学生等多人分工撰写，但主持人对申请书应有完全督导之责。此外，虽然计划申请书不是公开文件，但它涉及研究经费分配，仍必须符合学术写作的规范。记得，无论任何文件，只要使用他人资料，都应清楚标注，否则就是侵害他人智慧成果。案例3：抄袭学生学位论文。有位计划主持人提交的申请书，与其指导学生已经完成的学位论文高度相似，从研究目的、方法到设计几乎相同。这种情况被认定为抄袭。老师带学生执行计划很常见，但有时会衍生争议。例如，主持人在申请计划前会做先期研究，若内容用于学生学位论文发表，会造成2者重叠。处理与学生研究相关内容时，应充分沟通，清楚说明分工、权利与责任，尊重彼此贡献，并可参考国科会研究计划涉及学生学位论文之学术伦理参考指引。案例4：自我抄袭。主持人在计划申请书中使用自己已发表过的内容，却没有适当引注，这种隐匿既有成果，把完成的研究包装成新计划的行为，会误导审查委员对原创性的判断，因此被认定为自我抄袭。引用自己过去的成果时要清楚注明，避免把既有成果拿来当作新申请的研究内容。案例5：找他人代写。研究计划应该是由主持人与团队共同构思，但有些计划主持人却找团队以外的人帮忙撰写。这种代写行为严重违反诚信原则。研究诚信的基础在于亲自参与，代写不仅失去专业信任，也会严重损害个人学术声誉。案例6：一案多投。有主持人将相似的计划内容，同时向不同学门提出申请，并获得补助，但事后被查出是一案多投，不仅被追回部分经费，还被取消下一年度的补助经费。实际上，即使未获补助，同一研究也不得同时重复申请。如果计划书内有引用到自己过去的研究成果，务必要清楚说明，并使用正确的引用格式。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新旧或相似计划的违反学术伦理态样，欢迎参阅2021年12月国科会研究诚信电子报第47期内容。学术伦理与研究品质。做学术研究就像在跑一场马拉松，每一步都必须踏实，才能走得长远。亲自撰写计划，忠实呈现内容，正确注明资料来源，这些都是研究诚信的基本要求。即使第一次申请没有通过，也不要灰心，因为诚信与专业的累积比任何捷径来得更长久。你的人生第一份研究计划，不只是学术历程的开端，更是对学术伦理与个人专业的承诺。
祝您申请顺利，研究起航。